大家好，欢迎收看派学院频道。大年初一被 KYC 验证提醒叫起来，是一种什么体验？项目方北京时间2月1日凌晨3点30分再次修正中国区 KYC 方案，这次细化，增加了单独填写城市和省份，增加了可选住所选项。值得注意的一点，这次要求身份证先传肖像，再传国徽面，按图例上传即可。本次优化了活体检测功能，页面更加友好，还是之前的几个动作：看屏幕、保持微笑、眨眼、张嘴，过程流畅，操作需要3分钟左右的时间，很简单，大家不用过于担心。目前是全英文页面，但是比上2次修正之后，页面友好得多，越来越贴切中国区的使用习惯。强调下，利好消息，本次修正是针对中国区的，也就是说全球233个国家，中国大陆地区应该是第一批开启全民 KYC 的国家。派友们一定会问，为什么 KYC 迟迟不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听听分析师怎么说。节目开始之前，亲爱的派友，请先伸出你的小手，点击派学院订阅吧，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呀，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派学院给你的最新资讯。分析师先生，你能告诉我们 KYC 什么时候开始吗？为什么一直都显示50名 KYC 名额？这个 KYC 呢，说不出一个详细的日期，只能说现在这个最后50名呢，就框架已经做好了。如果这最后50名测试完确定没有问题，那么在今年过年之前呢是没有问题了，可以 KYC。如果说他们50名测试完了还有问题，还要继续更改了调试的话呢，有可能还要等得更长时间。而且这个 KYC 不是立马就过，它是抽取邀请到了，然后你自己去填，填完之后呢就等待这个人工的交叉审核，所以它不是立马过，这中间等待的时间可能是2个星期，可能是1个月，可能时间更长。而且你过了 KYC 之后呢，它可能还会检测一些有没有违规的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检测完了测试完了，然后才会进行这个币量的映射。所以今年呢，即便填取资料过了 KYC， 也不一定能把币量映射出来，大家还需要做耐心等待，这就是大家需要做的一个准备吧。而且即便所有人都过了 KYC 了，那么他可能还会等待什么？等待生态。因为你们的币量一旦释放出来之后，映射到钱包，那么你们就面临着要开启交易消费了。生态都还没测试，生态应用还没对接上，那么你们的币去哪里花，对不对？大家更着急。所以项目方呢比你们还要急，人家第一个现在是真真实实在等待这个生态的搭建落地。而且易货测试初期呢，也只会对接一些轻量级的这个应用程序，它有助于这个项目方跟这个第三方应用程序呢相互的一个测试。第一个是测试项目方一些支付通方面有没有漏洞，有没有 bug 啊，做一个技术调试。另外一个呢，它也是测试这个第三方应用程序啊，到底有多完善，有没有独立运行的能力啊，这个就说这个服务内容到底完不完善。另外一个还有这个支付端口跟发货啊、国际物流这有没有对接好，售后服务能不能做好，这些都需要经过不断测试。任何一个公司都一样，它都有一个试运期，试运期就是来测试这些东西，如果有漏洞或者有其他规定不好的地方，都要做出调整更改的。而且你看派网络项目方，它面临的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未来开启易货是全球性的，支付端口它也是全球性的，如果出现了致命性的错误，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所以说走的任何一步都要经过测试，现在你们是明白这个项目方了，做的每一个进度它都要经过几次测试，测试完全没有问题才会开放出来让大家参与进去。你们可以从头到尾看到是不是这个样子吗？包括你们自己做一个项目也是稀里糊涂的，也不经过测试，你们做出来觉得可以了，你们立马放出去让所有人参与进来，万一出现致命性的漏洞呢？这就是其他项目为什么跑路的地方，因为一旦遇到这样致命性的问题之后，他这个项目没办法进行了，进行不下去了，所以说只有跑路嘛。你不跑路，你坚持下去就是你亏钱，因为里面出现漏洞 bug。KYC 这机制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在之前呢，全球还没有任何一套
KYC 机制能够支持全球用户群体来进行这个大数据 KYC 实名认证，没有。除了护照，护照并不是人人都持有，所以说只能自己做一套出来。那么现在他们项目方呢，就是把这个 KYC 的这个框架呢跟系统呢交给第三方团队在做，他们做了，从后面一直在测试，你们看到每次测试都不一样，都是做了调整做了更改，然后测试完成确定没有问题了，这一套 KYC 机制才会全面开启，我们来进行 KYC。 而且这个 KYC 不只是我们派网络用户，包括未来其他国家其他企业其他项目要进行全球这个实名认证的时候也要用到这套机制。因为派网络这套 KYC 认证机制做好之后，它是全球唯一一套最完善的 KYC 认证系统，也是最先进的，支持全球，它不是支持某一个国家。现在目前全球找不出一套支持全球的这个 KYC 认证系统，所以说派网络项目方再做一个全球认证体系，一旦做出来，我们测试完成功之后，其他国家未来这些项目都要用得上，他们是要进行付费的，这同样也是派网络未来里面的一个生态 DAPP 应用，说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所以说一定要耐心等待，因为有些东西呢大家是不知道，这里面很繁琐，不只是技术要把它做出来，还有这个全世界各国这个法律监管，它都是一个网络大数据时代，这些用户的信息不能随意的交给任何团队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它这个 KYC 后面认证的这些资料呢都是交给英国最权威的一个机构进行保存。还有这些未成年保护法，这个 KYC 认证系统涉及到很多东西，所以它必须去跟相关的这些监管部门跟机构进行对接，拿到相关方面的执照或者允许这个范围了，它才能去做这样的机构去进行全世界的这个用户大数据进行比对 KYC 认证，所以这是非常繁琐的，我们可能想不到这些，但是项目方他们要去做呀，因为我们没做过这些事情，当你们去做过之后你们才知道。你包括现在我叫你不拿身份证，你去银行里面办张卡，他会给你办吗？我让你现在去美国办一张银行卡，你能办得到吗？首先你要办护照，有了护照出国之后你有了这个绿卡也好居住证，人家才给你办美国这个账户银行卡，才能存钱进去，繁不繁琐吗？但是没出过国的我们知道有这些流程吗？并不知道。所以这我们自己想的很简单，有些东西并不简单，因为那些很多人呢他并不知道这些，包括我们以前也不知道这些，把所有东西流程全部省掉了，但是这些都需要项目方一步一步去做，我们自己不做并不代表别人不做，人家要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我们才能去运用起来。所以他们那些喊价格的把这些程序全部省掉了，他们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有多复杂。所以说这些呢只是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到派网络正在一步一步按照进度发展，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一定要就说一步一个脚印，大家耐心等待，3年都过来了，不在乎再多等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定要坚持下去。